如果要问最近华语影视圈讨论度最高的新剧是哪一部，那么很多人都会提到张凌赫和王楚然主演的民国爱情剧《这一秒过火》。这部剧从立项开始就一直被外界视为暑期档的重要作品。它改编自匪我思存的经典小说《如果这一秒我没遇见你》，拥有超高人气 IP， 加上张凌赫和王楚然两位颜值与流量兼具的主演，播出之前就已经吸引了无数观众期待。不少网友甚至认为这部剧有机会成为继《逐玉》之后张凌赫又一部代表作。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7月19日正式上线 iQIYI 和腾讯视频之后，仅仅播出第一天，整部剧的舆论风向却发生了180度逆转。热搜上出现的不再是剧情有多感人，也不是演员演技有多精彩，而是各种质疑。AI 片头、廉价滤镜、短句式拍摄、节奏失控，甚至不少网友直接表示，这根本不像一部 S 级制作，更像是一部预算有限的流水线短剧。那么这一秒过火到底经历了什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部原本最被期待的新剧为什么会在开播第一天就陷入巨大争议。首先我们先来看故事本身。这一秒过火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张凌赫饰演慕容清逸，王楚然饰演任素素。这是一个典型的乱世虐恋。慕容清逸出生于军阀世家，却因为出生时被人调包，从小流落敌人手中。童年的他没有享受任何少爷生活，相反，他经历的是虐待、暴力和无尽折磨。一次暴雨之夜，他逃离魔窟，被善良的少女任素素救下。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次善举，人家被卷入仇恨漩涡，最终惨遭灭门。8年之后，慕容清逸重新找回身份，任素素也重新回到上海寻找真相。原本彼此深爱的人，却因为家仇血恨再次站到对立面。后来任素素假死离开，3年后她改名方木兰，以南洋富商千金身份再次出现，却阴差阳错成为慕容清逸哥哥的未婚妻。爱情、家族、复仇、身份，所有矛盾全部交织在一起。从故事简介来看，这几乎就是匪我思存最擅长的虐恋模式。因此在播出之前，很多书粉都非常期待影视化后的效果。然而真正播出之后，第一个引爆争议的却不是剧情，而是开场短短10几秒钟。不少观众刚点开第一集，就发现片头画面非常奇怪，人物动作不自然，建筑细节模糊，光影变化十分生硬，很多画面一眼就能看出浓重的 AI 生成痕迹。不少网友表示，现在大家并不是不能接受 AI，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段 AI 制作并没有达到成熟作品应有的品质。如果只是为了降低制作成本，把未经充分打磨的 AI 内容直接放进正式剧集，那么观众自然会觉得缺乏诚意。事实上，如今 AI 已经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影视行业，无论是概念设计还是辅助特效，只要运用得当，大多数观众其实都能够接受。真正让大家无法接受的是粗糙，因为观众付费观看的是电视剧，而不是一段尚未完成的测试作品。尤其是一部宣传定位为 S 级制作的新剧，观众期待看到的是精致，而不是将就。如果开场第一印象已经让人出戏，那么后面的剧情自然也会受到影响。除了 AI 片头之外，第二个争议来自整部剧的画面风格。不少观众发现，全剧滤镜白的几乎发光，演员皮肤磨皮严重，很多面部细节都被完全抹掉。整个画面像摄影棚拍摄的人像写真，而不像充满年代感的民国剧。民国题材一直非常重视氛围塑造，经典作品往往通过光影、布景、服装和镜头语言，营造那个时代特有的压抑感。可是这一秒过火却采用了偏偶像剧式的高亮滤镜，结果就是人物虽然漂亮，却失去了时代质感。不少网友吐槽，看完整集只记得演员颜值，却很难真正进入故事世界。第三个问题则是拍摄方式。许多观众指出，这部剧大量采用近景和特写，镜头几乎一直停留在演员脸上，很少交代环境，也很少展示完整场景。
这种拍摄方式其实非常像近年来流行的竖屏短剧，因为短剧追求效率，镜头集中人物表情可以快速推进情绪。但是长篇电视剧，尤其是民国题材，更需要空间感。城市、街道、宅院、时代背景，这些都是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镜头始终只围绕演员面部展开，那么整个世界观都会显得十分单薄。于是不少观众开始产生一种感觉，这不像一部传统电视剧，更像一部加长版精品短剧。第四个争议则集中在剧情节奏。其实如果这一秒我没遇见你，原著最大的魅力就是情绪铺垫，人物之间的误会、压抑、挣扎、隐忍，都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但是电视剧版本却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灭门、逃亡、重逢、身份曝光，各种高能剧情几乎连续出现，节奏快的让不少观众甚至来不及消化人物情感。很多网友表示，现在不少影视作品都在学习短剧节奏，希望没几分钟就制造一个高潮。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故事都适合这种方式。尤其像《匪我思存》这种以情感著称的作品，如果没有足够铺垫，观众很难真正投入角色命运。于是本该令人落泪的剧情，最后却变成了不断制造冲突，情绪反而越来越薄。另外还有观众指出，部分对白和配音也存在违和感，人物说话节奏与口型偶尔出现细微偏差，部分台词缺乏生活感。这些细节虽然不算致命，但不断累积之后也影响了整体观感。当然，争议归争议，也有不少观众认为这部剧依然存在不少亮点。首先就是演员颜值，张凌赫与王楚然同框，被不少网友评价为近期最养眼的民国 CP 之一。两人的造型十分出色，服装设计也获得不少认可。尤其张凌赫饰演慕容清逸之后，整体气质相比古装角色更加成熟。不少粉丝认为他成功塑造出一种冷峻、压抑又克制的人物状态，而王楚然依旧延续了他一贯的古典美。两人的视觉效果依然是整部剧的重要看点。除此之外，也有观众认为目前剧集刚刚播出，很多伏笔尚未展开，如果后续剧情能够逐渐稳定，人物成长更加完整，那么口碑仍然存在逆转可能。事实上，这几年国产剧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观众审美也越来越成熟。过去一部剧只要演员有流量就足以吸引关注，如今已经完全不同，观众不仅关注演员，更关注制作、摄影、剪辑、滤镜、特效、配音，甚至每一个镜头是否有诚意。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口碑的重要因素。这一秒过火的争议其实不仅属于这一部剧，它也折射出整个影视行业正在面对的新课题。当 AI 开始进入影视制作，当短剧节奏开始影响长剧创作，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依然保证作品品质？如何利用新技术而不是依赖新技术？如何满足观众越来越高的审美标准？这些问题也许比一部电视剧本身更加值得行业思考。至于张凌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这次争议更多集中在制作层面，而并非演员本身。事实上，从近2年的作品来看，张凌赫的人气仍在持续提升。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题材，他都拥有稳定的市场关注度。未来能否真正站稳一线位置，关键还是要遇到真正兼具口碑与热度的代表作品。至于这一秒过火最终能否实现口碑逆袭，还需要等待后续剧情给出答案。那么对于这部新剧你怎么看？你认为最大的问题到底是 AI 片头、画面滤镜、剧情节奏，还是整体制作质量？欢迎把你的观点留在评论区，一起参与讨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每天都会带来最新最热门的华语娱乐资讯。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